现在唯一的希望，就是时光可以倒流，你根本就没有见过我，那样我就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爱上你了。我要走了。如果我们不能再见面的话，请你忘记我。今天找你，就是为了把这个交给你。这是从南亚城市集团发来的传真，今天下午刚收到的。程氏家族一下子有这么大的变故，我心里很难受。节约吧。陈先生，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。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。你说吧。我这次回了南亚，可能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我拜托你无论如何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要把5月的病治好，帮我照顾好他们全家。你知道5月的父亲为什么让你进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告诉他了，你也刚刚成了孤儿。程氏这一血脉，就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所以我觉得，不要再说了，季先生。你让我照顾5月，我可以做到。谢谢你，季先生。但是我替5月不值，因为他要舍命救的朋友，不过是个头脑简单、只想着复仇的大男孩而已。你的意思说我只是个孩子？对。你刚才说让我照顾5月，不就是向我托付后事了吗？程氏家族在海外华人圈享有盛名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生意做得大，更是因为他有乐善好施、济贫扶困的美誉。
在你启用祖先财产的时候，你想过没有？应该对华人世界有着更大的责任和贡献。你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之后，你想过吗？那些帮助你的亲人和朋友，你不想为他们做点什么？你现在应该做的，不是复仇，而是复兴。复兴城市集团，让这个历经100年的华人企业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这些天经历了很多，先休息，好好冷静一下。你可以先回南阳，我也可以帮你。但是在你做出下一步关键决定之前，我不能帮你，因为我看你的想法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了。赵医生，时间到了。跟那对不起，舅舅，我没保护好二姨，我不知道她会去跟戚叔公同归于尽。我知道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二姨临走的时候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她跟我说，戚叔公一直都有记账的习惯。还有呢？没了。她说你会明白她的意思的。我要你帮我去做一件事。二姐，等我回来。
我父亲跟七叔代表着一个时代，现在这个时代结束了。程氏集团是我们程家的家族产业，多年以来都遵循一个传统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程先生说了算。这个传统，我不想改变。是程先生。是程先生。程先生，马奎娜也来了。孩子，很高兴你终于又回来了。您政务繁忙，还能抽时间来参加七叔的葬礼，他泉下有知，一定会非常想念您的。你现在是重任在身呐，我希望有时间我们能够好好的聊一聊。是吗？这么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马奎纳叔叔。那个人是谁呀？那么面熟？七叔的司机是个哑巴。难得呀，看上去像是个忠实的仆人。我想他一定是有一肚子的话，但是说不出来。死了的人不能说话，活着的人说不了。七叔的心思缜密呀，令人叹服。七叔生前掌管的是城市的财务，他有记账的老习惯。听说他手头有一本账簿，上面记得很多很好玩的故事。是吗？怎么样？东西没拿到，有人抢在我们前面放火，七叔公的房子现在估计已经烧成灰了。那本账簿里到底有什么？非法生意的秘密账目往来，对政府官员的行贿记录。七叔的心思这么缜密，一定会留一些证据在自己的手里边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而且想告诉我的就是这些。这么说，我们必须找到那本账簿。叫你的手下继续找。10分钟之后你来找我，我们一块儿走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听到小伦娜死就回来，可没想到
七叔和二姐也去了。今年的金蝉岛真是太不平静了。最近一直没有你的消息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也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大家伙都在。现在七叔、二姐、尤娜、大姐全都走了。你猜下一个会是谁呢？我准备任命你为集团的副总经理，进入董事会。但在这之前，我想把有些话说清楚了。舅舅，你想说什么，就直说。费先生在上市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是你看穿的。你在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立场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了？有问题，那计划有问题。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不要通过那个计划，程七和老费有阴谋。其实费先生出卖我不止这一次了，他一直都没有摆脱跟七叔的关系。可是，我想知道的是，如果费氏跟程氏有真正冲突的一天，你会站在哪边？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你还是不相信我？皮皮，现在程家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我对你不存在信任与否的问题，但是我知道人人都有弱点，李长就是你的弱点。所以，在我们肩并肩作战之前，我想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。难道丽达不是你的弱点吗？我现在是程先生，程先生是不允许有弱点的。对我而言，有2样东西是别人不能碰的，一个是程家，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母亲。现在我已经失去了其中之一，我不想，也不能再失去程家。这算是你给我的答复。是。好，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话。丽达，阿远他现在变得陌生了。一个人如果经历那么多，都会变的。那你会吗？会。为了程家，我也会变成像舅舅那样。我在犹豫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再回来。那就走啊，再回到欧洲去啊。可是我放不下这里。你是放不下舅舅，
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成员。阿远，程家最近死了太多的人了。想想你七叔、你二姐，还有小优呢，费叔叔都不想上岸了。费叔叔，我七叔跟二姐是怎么死的？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。作为程先生，我二姐帮我扫清了内部的障碍。从现在开始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致对外。对外？你要对付谁？六大银行啊！你以为我要对付谁？我。怎么？费叔叔也有怕的时候啊？我怕？阿远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你费叔叔怕的事情吗？那就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，收拾这个残局。为了程氏，也为了费氏。我已经和程远见过面了，程氏企业现在的情况非常糟糕，几家担保都撤了，银行也在追债。我想程远这回很难度过这个难关。这真是我们的好机会啊，费先生，你准备怎么做？这样，你马上拟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给我。那我们还要向程氏注资吗？哎呀，现在要是马上撕破脸的话，也不大好。听着，先给他一点，但是给多给少，这个分寸你一定要把握好啊！皮总，你既然可以代表程先生，那就说说你们对债务的想法吧。程家的债务问题搁置有一段时间了，我们也希望尽快解决，所以初步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。不过我希望各位能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啊，到时候我们一定会连本带利一起归还，一分都不会少。一段时间是多久啊？1年。这不可能。如果程家的债务不能在1个星期内解决，那我们只能遗憾地执行破产程序。我知道，银行也有自己的苦衷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不过，如果程家真的倒了，你们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。所以你们看，我们是一起游泳，还是一起淹死？即使我们同意延长对程家债务偿还的期限，也未必能通过董事会的讨论。这个可以帮助你们的董事会通过这项决议。这个是金蝉岛的地产资料，你们也应该都知道，金蝉岛是我们程家永远的非卖品。现在，我们程家愿意用它来做负债的抵押，不用1年，6个月。6个月之后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们的董事会一个满意的答案。快走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
月，喝点啊，喝点吧，听话，快点。你说你几天没吃东西了？哎，月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来看你的时候，哎，隔壁李大爷那个鹦鹉，你知道说你爸什么？说你别废话啦，你废话太多，把我逗的呀。月儿。建业，建业啊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快快，你干什么去你？孩子怎么了？我发现今天他怎么那么怪呀？不说话。这是怎么了？月儿，月儿，月儿，爸叫你呢，月儿。去中国海南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他们查到七公只是托人在那儿置办了房产，里面除了家具什么都没有。这是最后一个线索了。看来账铺已经被七公销毁了，我们这次真的找不到了。我们知道，但他们不知道。什么？把消息传给费先生，让他知道我们手头上有这样的一本账簿。为什么要传给老费？如果我们直接告诉马奎纳的话，他一定不会相信。如果这些话是从费先生嘴巴里说出来，分量就不一样了。可是你确定老费一定会告诉马奎纳吗？要想让马奎纳确信此事，老费只是渠道之一。可是老费跟我，老费曾经因为丽达的事情让人打过我，况且他现在也不在金蝉岛上。你可以告诉丽达。你让我去骗丽达？如果这么做会让你觉得很残酷的话，就想想程家人流的血。丽达，皮皮，有事情吗？没事儿就不能过来看看你吗？皮总是来视察我的工作的吗？你是看我从你的公司小职员，一下成了公司的副总，一步登天了，笑话我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是真心为你高兴。走吧。你终于肯帮阿远了，而且在此之前你还做过基层业务，还有保安老总的经历。我相信你会把这个副总做好的。但愿吧，丽达。你一直在程氏集团积累经验，是不是打算有朝一日回费氏当女掌门人呢？也对，但也不对。那你为什么还留恋金蝉岛？为什么不离开这儿？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留恋的了，是吗？你爸爸一直在关注程氏集团的下一步动向，而我舅舅也把一切看得很清楚。丽达，程费两家分立在即，
你何必要夹在中间呢？因为我看到血腥的事情太多了，我不希望我爱的人再互相残杀。你是说我舅舅和你爸爸吗？丽达，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，你阻止不了什么，到头来只会让自己更加难过。我真的不想你这样，答应我，回去，回欧洲去。我从3岁的时候就被送到金蝉岛，我一直把这儿当成我的家。如果离开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我的家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让你离开金蝉岛，但是我希望你至少可以离开程氏集团，远离程家、费家相关联的一切事情，还有远离舅舅，好吗？答应我。啊？你怎么了，皮皮？没什么，记住我说的话。月月，你说句话好吗？你听得见爸爸在问你话吧？月月，爸爸求求你了，你说句话好吗？你怎么连爸爸都不理呀？病人今天情况怎么样？啊，情况还可以，他自己能穿衣服了，也能下床了，厕所也是他自己去的。大夫，可就一样，我女儿她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这是受到重大刺激以后的正常反应。哎，大夫，您说正常？我女儿原来能唱能说的，现在她连句话都不说，这怎么会是正常啊？病人需要心理方面的辅导，我建议在他出院以后，接受一下专业的心理治疗。出院？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能出院吗？就病人目前的情况看，我们医院能为他做的已经非常有限了。对了，你们不是找了美国专家为他会诊吗？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吧。啊。那他们外国专家怎么说呀？你好，是这样，吴小姐身体受到了严重的外伤，骨头碎片进入了脊柱，形成了突发性的神经麻痹。虽然这不会影响她短期内的正常行动，用止痛针可以解决疼痛，但是遗留在身体里的骨头碎片，随时可能会移位，进一步损伤她的脊柱神经啊。那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啊？很有可能会瘫痪啊。那就没有别的路了。另一条路就是做手术，但是目前的国内技术水平还不能达到，成功率很低。季先生呢，现在正在为武小姐安排去美国做手术，不过这要等武小姐的情绪有所好转。是。那您替我谢谢季先生，也谢谢您了。好，不客气。那我就不远。好的，您留步。
您好，这边请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对不起，皮先生和费先生一样，也是我们会所的高级会员，请进吧。谢谢。费先生，皮副总，喂，又向我示威来了？哪能啊！我现在就是拍马屁都找不到机会。啊，我来首都办事，听说您也在这儿，所以就过来跟您打招呼。2天，我们碰到3回，连你都不相信，这是偶然巧遇吧？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。我承认，我确实非常想见您，毕竟您是 Lida 的父亲。Stop！ 我女儿的事儿，我们没得可商量。皮小南先生，哪怕就算有一天你坐上了程氏集团的第1把交椅，你们不相配。我开玩笑呢，您看您，我觉得您这么对我真的有点过分。作为一个父亲，面对一个喜欢自己女儿的男人，您是不是应该宽容一点？就算您不喜欢我，也不至于找一群人去打我吧？您放心，这事儿我没跟Lida说过。你想干什么？人都是会长大的，我知道自己配不上Lida，所以早就没了冲动。那你那天上我家里去，你跪那儿，你求婚干什么？我那么做，纯粹是为了安慰Lida，因为那个时候，Lida的感情正受到困扰，包括后来在结婚典礼上我带走她，也是为了让她减少伤害。我可以告诉您，其实从Lida为我出庭作证那天开始，我就发誓，我不会再强迫她，也不会允许其他任何人伤害她，包括程远。这话听起来还有些道理。行啊，小伙子，你最近有长进，难怪阿远对你另眼相看。费先生，谢谢您。我刚当上程氏集团的副总，以后还要请您多多指教。程费2家是盟友，以后少不了沟通联络。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、做的不好的地方，请您见谅。一会儿陪我出海去钓龙虾，怎么样，小伙子，能赢我吗？钓龙虾我是钓不过您了，不过我要告诉您的这件事儿，应该比龙虾的诱惑力要大。好，等我晚上回来再说吧。舅舅，你找我？你去找老费了？是。你这么做，是为了不让Lida卷进来吧？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能办成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说服老费的，但是我猜到了你的决心。要想一个打过你的人低头，真的是难为你了。